Netflix exists because of me. I put them on the map and they tried to put me in the ground. Kevin Spacey 在《纸牌屋》里面演活不择手段的总统 Frank Underwood， 同时也在《火线追妻》里面演出聪明变态的连环杀手 John Doe， 给人的印象就是充满心机、善于操弄人心的坏人。这些角色印象随着2017年一连串的犯罪指控，也和他本人强烈的联系起来。难道 Kevin Spacey 真的和自己的角色一样邪恶吗？今年圣诞节 ，Kevin Spacey 按照他的传统发布了祝贺短片。影片里，他再次入戏成《纸牌屋》里面的 Frank Underwood， 用观众熟悉的说话方式与另一位记者对谈。Let's be honest. The truth is, more people are killed by online trolls every day. 仿佛他还是要竞选美国总统一样。其中的精华是他讽刺 Netflix 靠着自己的纸牌屋建立起知名度以后，在所有法庭判决都没有定罪以前，就把自己一脚踢开。It is bizarre that they decided to publicly cut ties with me on allegations alone, allegations that have now been proven false. 那么 Kevin Spacey 真的是无辜的吗？自从他2017年底被指控性侵以后，有2位原告先后因为去世而撤销告诉。他的纸牌屋剧组人员也到 CNN 上面爆料说他们遭受到性侵。2个月间出来揭发 Kevin Spacey 的人，在英国跟美国加起来更是有10多位。但是目前为止，所有在美国发起的告诉都没有成立或者是撤告。在英国发起的9项指控，更在今年7月的时候全部被判无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实中的 Kevin Spacey 真的像是影集里的 Frank 总统一样，神通广大，可以操纵司法审判吗？本集化身案件类频道，整理 Kevin Spacey 被指控的一连串事件，以及揭发媒体制造出来的恐怖阴谋论，真相很有可能和你认知的不一样。风波的开端从对抗好莱坞大制片 Harvey Weinstein 的 Me Too 事件开始。2017年10月，纽约的2份权威媒体《纽约时报》与《纽约客》发布了数十位女性对温斯坦的性侵指控。当 Weinstein 的事件成为媒体的聚焦时，10月30日，八卦媒体 BuzzFeed 文章首先刊出男演员 Rap 对于 Kevin Spacey 的指控，控诉他在自己14岁的时候在公寓里面有不当的性触碰。这起报道成了起火点，越来越多人出来指控自己有被 Kevin 侵犯过的经验。就在一瞬间 ，Kevin Spacey 从自己最当红的影集《纸牌屋》里面被剔除，演艺事业跌落至谷底，名声毁灭，成为一个人人都骂的无耻之徒。Kevin 经常演出变态坏人的荧幕形象，更是加速了这种罪犯形象的迅速传播。媒体纷纷将他滥用权势骚扰的传言和他以前的反派角色联系在一起，加深了观众的印象。尤其在2019年的时候，2位指控者先后在几个月内过世，媒体间的阴谋论再度大爆炸，大量耸动标题让人觉得 Kevin Spacey 就如同他的角色一样恐怖，无法解决问题就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但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深入去看这些意外事件的细节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不寻常的地方。首先是一位决定自主离世的挪威作家兼前挪威王室女婿 Ari Behn， 他在2019年的圣诞节前后离开。美国媒体纷纷对此报道，一位指控 Kevin Spacey 性侵的受害者选择自我了结。但真相是 Ari 从来没有对 Kevin Spacey 正式发起任何的法律控诉，他是在一档挪威的周末脱口秀节目里面提及自己跟 Kevin Spacey 在诺贝尔和平奖派对相遇的故事。他们2个人在夜店派对上 ，Kevin 碰触了他的生殖器，但他当时并未认为这是一种侵犯，因为他们2个都在玩。挪威的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甚至是引用 Ari 的原话是：“我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种赞美吧。”然而2017年的12月8日，英国的《独立报》截取了这一段资讯，将它恶劣地翻译成 Ari 公开指控 Kevin Spacey 性骚扰他。随后这个标题与印象被美国还有英国的媒体大量转载。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认为 Kevin 是一个好色又爱玩的家伙，但当事人没有提起刑事诉讼，也没有认为这是侵犯的时候，将他和其他事件混为一谈，就是媒体的错。挪威的媒体人与学者在接下来的时间，更是直接将美国与英国媒体编造的阴谋论称作完全的扭曲事实。针对 Ari 后来的离世，他的家人发出的声明是 Ari 长期就有酗酒以及心理健康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多做更多的说明。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有什么需要刑事调查的地方，可能会是他杀等等的事情，相信会有更多追踪报道。但这件事就只是变成英文媒体塑造 Kevin Spacey 阴谋论的娱乐新闻而已。另一位离世的人实际上比 Ari 还要早走，是匿名使用无名氏 John Doe 的按摩师，在2019年的9月离开。他的离开的原因
没有在法庭文件揭露，一直到事件结束时才公开了离开的消息。庄斗指控 Kevin Spacey 在2016年时在家中对自己性侵，随着他的离开，法庭在11月时指定庄斗的儿子担任案件的原告继续此案，但最终他在12月时选择了撤告。这个事件在公开资料中没有说明任何可疑之处，同时原告其实也已经62岁了。离开的原因有千百种可能，撤告原因有可能是人走了，也有可能是自知证据不足，因为资料的空白短缺，让媒体可以继续的编造阴谋论，让 Kevin Spacey 是凶手的阴谋论和 Ari 的离世事件串在一起。讲完了这些知道背景细节就没有阴谋色彩的事件后，接下来讲回第一个发起控告的 Rapp 先生的案件。Rapp 走的是民事诉讼，在正反攻防之中 ，Kevin 的辩护律师 Keller 多次挑战 Rapp 对于30年前事件的记忆。显然，原告许多对 Kevin 的公寓的描述都是错误的，那么他对于性侵事件的记忆也可能是错误的。最终 ，Kevin Spacey 这方提出了2项有力的反击。第一 ，Kevin 承认当时有见过 Rapp， 并且的确在百老汇的演出后一起回到了公寓，但他有兴趣的对象是 Rapp 的19岁好友 John， 而非未成年的 Rapp。随后，这位 John 以录音作证的方式证实 Kevin 对于当天事件发生顺序的描述，是 John 与 Kevin 独处一室，而不是 Rapp， 所以所谓 Kevin 对于 Rapp 上下其手的事件也就没有发生。第二， Rapp 描述的性侵事件和他当时正在演出的戏的剧情有高度的相似，于是辩方有理由怀疑是 Rapp 刻意或是意外将2件事情混为一谈。期间 Rapp 在漫长的交叉诘问中承认自己对于当天的事件细节或许都记错了。2022年的10月20日，纽约曼哈顿法庭陪审团最终裁决 Kevin Spacey 在此事件中无罪，也无需赔偿 Rapp 提出的4000万美元的要求。在美国的另外2项起诉也因为各种原因撤告，而且这些原因可能都和你原本以为的不一样。匿名者 A 原本是和 Rapp 一起提出诉讼，在法官要求于事件中公开姓名之后，才选择了撤告。法官是在考量大众知情利益与保护控方之间，最终选择应该公开资讯下进行审理。匿名者的 B 的指控仅仅在发起后的6天就进行了撤销。指控者声称原先要作为证据提交的手机遗失了，原本的该手机被用来证明 Kevin 性骚扰的讯息，而按照 Kevin 律师文件说明，他们认为这些讯息里面有编辑过的痕迹，于是要求控方交出原始手机作为证据，检罚是否有删除内容或者是篡改的记录。法官同意了此项要求，但随即控方就回报手机遗失。在听证会上 ，Kevin 的律师向控方说明，他们若是有篡改证据的嫌疑，他们也将被控告伪证罪。指控方随即行使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的权利，不再对此事件进行任何评论。检察官最后因为控方持续行使第5修正案权利，无法进行诉讼而撤告。在英国的9项无罪指控细节中，有公开在新闻里面的是，匿名者 C 指控 Kevin 在2人于2004到2005年之间参加音乐名人 Elton John 的派对的时候侵犯他，但 Elton John 以 Kevin Spacey 的辩方证人出庭作证，他只有跟 Kevin 在2001年的派对中见过，根本就没有2004到2005年的派对一说。最终此项控告也被判无罪。看完以上的几个撤告还有无罪判决，相信你应该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相比之下，最初引起 Me Too 风暴的 Harvey Weinstein 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判决2项性侵罪名成立，判处23年的刑期。接着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几个不同媒体对于这些判决结果的报道。这里也说明一下，美国的媒体会分为偏向自由派还有偏向保守派2种光谱。首先是 Los Angeles Times， 属于自由派媒体，标题是即便 Kevin Spacey 都被判无罪，不代表他不应该被取消。整篇文章的主要理由是 Kevin Spacey 在过程中公开承认出柜，以及将性骚扰还有性侵包装成调情，这些都是属于转移注意力的借口，对受害者以及 LGBTQIA 的群体有不良的影响，包含让其他性犯罪受害者从此噤声不敢举报。这个观点是建立在无论他是否有罪，他的行为的确造成了负面影响。客观来说 Kevin Spacey 身为公众人物，在某一些说明上的确做错了，他有可能造成寒蝉效应，对于广泛未出面的受害者只有害处。但反过来说，站在 Kevin 的角度，他的错误的辩驳方式不代表他当初真的有犯罪。如果按照法庭的判决，他现在确实都是清白的，
但他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环境下的箭靶，无论法庭的审理结果如何，都已经不重要。媒体先将他判决成有罪，后来无罪释放的消息传播也远远不如当时报道他可能有罪那般广泛，导致他仍旧处在被取消的状态。所谓的被取消，就是指他现在不会有任何片约、任何戏演出的机会。第二媒体是 New York Times， 他们是属于中间偏向自由派的媒体。相较之下，《纽约时报》对于这几次的撤告以及最终的英国无罪判决，都是采取比较中立的报道。只有在提及挪威作家阿瑞的过世的时候，仍旧称他为指控 Kevin Spacey 犯罪的受害者。这一点是他们没有进行查证，仍旧被英国《独立报》最原始的这个标题所影响的结果。再来是 Fox News 的报道，他们相对属于比较偏向保守派的媒体。相比于 Los Angeles Times， 他们对于最后判决的描述也比较中立。比起 New York Times 介绍更多无罪判决前的其他案例， Fox News 更着重在引述 Kevin Spacey 律师在总结辩论的时候的说明。看着不同的媒体与不同语言的描述，对于 Kevin Spacey 的印象也会完全不同。中文世界的媒体针对这件事情，大多是直接转载好莱坞新闻，或许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他都被判了无罪吧。看完案件的总结，不难理解为什么 Kevin Spacey 选择在公开的短片里面讽刺那些仍旧取消他的好莱坞片商。这支影片底下也大多聚集他的粉丝，支持他从案件发生时就不间断制作模仿 Frank Underwood 的圣诞祝贺影片。他们都更希望看到他演出纸牌屋真正该有的结局。原先当媒体都在以阴谋论怀疑 Kevin 谋害一些控告者的时候，他仍旧拍摄自己像是 Frank Underwood 的影片。他这么做确实有一点点反社会的人格倾向，但如果说自始至终他都坚信自己清白，拍影片的目的是可以引起一些注意，让更多人提到他这一方的说辞。毕竟他当时面临的是全面性的媒体封杀还有负面报道。最后针对这起影响好莱坞的重大事件，我有一些自己的总结。第一是应该遵守无罪推定原则，在正式的判决以前，我们不能因为媒体的暗示就下结论。在法庭定罪以前，都应该先看作无罪。Johnny Depp 的家暴案件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在我们看到法院庭审的直播的证据还有辩护以前，很多人都觉得 Johnny 看起来就是一个酗酒男子，就预设到他应该才是家暴的那一方。最后事实证明是完全相反的。第二，我们应该分清楚虚构角色与现实的身份。一个会演坏人或者权谋者的演员，不代表他们真的就是那种人。针对阴谋论，我们退一万步说， Kevin Spacey 只是一个稍微有钱的演员，不是真的手握国家机器还有力量的人士。甚至要比有钱，他也不是美国最有钱的那一群人，他更不是最有钱的演员。他的演艺事业当时在纸牌屋以外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当主角的商业电影了。他并不是媒体阴谋论里面描绘的那种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第三点，媒体有立场，可信度也有高有低。当大环境有一个浪潮发生的时候，媒体有可能借机炒作议题，这个时候更需要小心判断事实。同时，第一个爆料者他选择的发声媒体和 MeToo 事件的开端不一样，他选择了八卦媒体 BuzzFeed， 而不是传统的权威媒体。就结果来看，也说明了为什么通常八卦媒体做的查证细节不会比权威媒体还要多。无论你原本的印象里觉得 Kevin Spacey 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完今天的整理，现在你会下什么结论呢？你觉得他是否应该重回影坛，继续扮演那些有邪恶魅力的反派，还是从此只能在自己的频道发片，转行做 YouTuber 呢？ So does that mean this is like an episode or is it real? Well, it's probably a little of both. I mean, Tucker, what's true, what's false? What's life, what's art? What's real, what's performance?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你的看法。这里是黑咖啡聊美剧，介绍美剧与电影相关的频道。记得帮我订阅还有分享影片。我们下次见。